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中南海突然出现了2条刺眼的裂缝，一个是10天无踪影的蔡奇，习近平最核心、最贴身，理论上根本不可能离队的第一大秘；另一个则是王小红的贴身大秘董义军，死在4中全会召开的第2天，却被拖了25天才公布死讯。一个没出现，一个拖后公布，一个掌警卫局，一个掌公安体系。一个负责总书记的门口警戒，一个负责首都的核心维稳。蔡奇和董义军，一个10天异常未露面，一个死在4中全会的第2天，2起事件的时间点已经足够令人警觉。而更大的疑问是，这只是巧合，还是北京权力结构正在出现新的裂缝？如果只看1、2场活动，很多异常都可以解释成工作安排。但当时间拉长到10天，对象又换成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加政治局常委加习核心第一大秘蔡奇时，性质就完全变了。简单把时间线拉一遍：11月5号，海南三亚，蔡奇陪同习近平出席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现场画面里，他的脸色不对，表面僵硬又诡异。一阵海风吹过，花白的头发在风里乱飘，看上去憔悴失神，而不是状态饱满的新贵常委。更刺眼的是，这场对海军意义重大的仪式上，3名关键上将集体消失，包括海军司令胡忠明、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这几个人本来该在这样的大场面出现，却统统不见踪影。只剩下新晋军委副主席张生明，军中唯一上将的身份在场。这一切都和蔡奇那张反常的脸放在同一个画面里。11月7号，蔡奇再次现身广东梅州，陪同习近平前往叶剑英纪念园敬献花篮，行礼致敬。这一趟本来按照中共的象征体系，是在给老一辈功臣续命，借叶剑英的象征性来稳住政局。然而，很多观察者都说，习近平拜错了神，因为历史上正是叶剑英反戈一击，导演了怀仁堂政变。无论评价如何，这都是蔡奇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自11月7号到今天，蔡奇已经至少消失了10天，这个时间长度放在一个普通省部级干部身上也算反常，放在中办主任蔡奇身上更像是红灯一直在闪。真正把外界警觉推高的是广州全运会开幕式。按中共几10年的惯例，只要有习近平出席的重大公开活动，中办主任必须贴身跟随。上一届全运会在西安，时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就全程陪同，站位清晰。这一次在广州，习近平在主席台上，彭丽媛在场，多名政治局委员、军方高层列队，而在所有该出现的角色里，只有中办主任蔡奇一个人消失了。更诡异的是，蔡奇的坑位不能空着，于是观众看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替身：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王小红出现在原本属于中办主任的高度敏感位置上。对熟悉中共运作方式的人来说，这种谁出现谁不出现的对比，比任何长篇评论都更具冲击力。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为止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
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要理解这次消失为什么让外界紧张，必须先理解蔡奇不只是一个常委，他叠加有3层身份：一、政治局常委，名义上的7人之一；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总书记办公室的总管家，管日常运转、文字纪要、内外联络；三、中央警卫局实际顶头上司。在组织架构上，警卫局归中办领导，谁控制警卫局，谁就握有北京乃至中南海的最近身武装。这意味着军权在军委，但贴身武装门口那一圈人在中办，具体来说在蔡奇手里。换句话说，如果军中有人想动手，要面对的是军委副主席、战区司令；如果中南海内部有人想动手，第一道门就是中央警卫局。因此，一旦中办主任的露面节奏失控，无论在场或不在场，都不再是礼仪问题，而是政治安全问题。蔡奇极少离开习近平单独行动，但过去几年里有2次特例。第一次是李克强去世前几天，当时习近平在北京有公开活动，理论上中办主任应该在身边，但那几天蔡奇罕见地单独前往陕西调研，暂时离开北京核心圈。不久之后，李克强在上海突发不幸，官方给出的说明至今疑点重重。时评人陈破空认为，蔡奇此番行踪极可能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调研。第2次是去年7月7号，蔡奇出现在卢沟桥的抗战纪念活动上，而习近平则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表面上看，这属于工作分工，但在如今的高压政治氛围中，任何分头行动，只要牵扯到中办和警卫体系，都会被记在一本账上。现在，这是第3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习近平在广州出席全运会开幕式，张又侠在场，而且和习近平平起平坐。王晓红临时补位，但蔡奇却消失。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蔡奇的判断仍停留在迹象和推演的层面。一是他可能只是奉命回京镇守中南海；其次，他也可能已经被限制活动，处于某种调查或软禁状态。他甚至可能在一场我们还没看到全貌的内部斗争中站到了风口浪尖。无论哪一种，蔡奇这10天的消失已经成为4中全会之后，张又侠掌军权之后，观察中南海权力版图变化的一个重要坐标。蔡奇失踪的余波还没有平息，中共内部又传来一桩震动北京高层的消息。11月16号，中共官宣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义军突发疾病死亡。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他的身份、死亡时点、通报方式，以及那一连串不合常理的细节。当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时，他们展现的不是一名中共警察的自然离世，而是一段被压住的权力冲突，一次难以外泄的内部震荡。官方公告说，董义军是在10月21号突发，然而正式公布却是在11月15号，相隔足足25天。这种时间差在中共体制内极为罕见。如果是病逝，公安系统通常会第一时间发布讣告；如果是意外，也不会压着不发。如果另有问题，更不会在1个月后以英模、忠诚卫士的语调加以表彰。但偏偏这次中共选择了最奇怪的做法，沉默近1个月后，用中共最高规格的赞誉突然宣布他的死讯，并号召全国政法系统学习他的精神品质。这样的反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更诡异的是他的死亡时间，10月21号正是中共4中全会召开后的第2天。那几天，北京处于极端敏感状态。
京西宾馆周围戒备森严，武警、公安、国安、警卫局多重力量叠加部署，外界难以靠近，城内宛如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军方刚经历一场前所未见的高层洗牌，9名上将遭到处理，何卫东、苗华等人被突然宣布落马，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失踪，整个福建系习家军的军队线被撕开巨大的裂口，权力的重心摇晃得厉害，北京的气氛到处都是动过手的痕迹。就在这种态势下，董义军倒下了。他不是普通的局级官员，他是北京本地人。从警36年，在北京公安系统一路攀升，最终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常委书记办公厅主任，也就是王小洪的贴身大秘。他跟随王小洪从北京市公安局长一路到公安部副部长、党委书记、部长，是王小洪最信任、最依赖的心腹人物，可以接触所有重要信息，处理最高机密的政法指令，是王小洪手的延伸、眼的延伸、耳的延伸。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大秘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无论是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这些岗位都被视为权力的命脉，一旦出事，往往代表上层发生断裂。过去2年，习近平军中3任大秘全部落马，警卫局长王少军死亡，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抢救无效，西部战区司令张旭东在北京突然离世，重庆副书记任学锋坠楼，每一次都和高层权力斗争紧密纠缠。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加上了王小洪最重要的心腹董义军。比死亡本身更惊心的是中共对他的处理方式。去年海关署长于建华死亡，中共只发布一句干瘪的通报，中央警卫局长王少军死亡则拖延了3个月才借家属追悼间接曝光。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东之死也是通过家属办理丧事才被外界知晓，没有一例出现全国学习的政治待遇，唯独董义军，中共不仅高规格通报，还给他盖上忠诚、英模、政法铁军的印章。这不是表彰，而是政治定位。只有习近平阵营的自己人，对他绝对忠诚的人，才会被如此包装。这恰恰说明，董义军不是被处理，而是被牺牲。他的离世方式、地点、时间都不可能是普通死亡。他死在4中全会第2天，死在北京权力最集中的区域，死在5大系统同时戒备的时刻，死在王小洪负责的公安系统最紧绷的节点。1个月的拖延，只能说明他死得不干净、不简单，不被高层迅速接受。消息被压住，是因为4中全会期间，京西宾馆周围可能发生了外界无法得知的冲突。等内部处理完，各派达成新的平衡点，才允许消息对外公布。之后的学习董义军，更像是一种政治仪式，在伤口上擦上厚厚的粉，抹平痕迹，同时保留习派死士的殉道叙事。当时北京确实发生过异常，本应在京西宾馆闭幕的4中全会，却突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会议期间，北京局部封区，交通异常，城内戒备等级明显高于历届全会，军方提早大规模清洗，几名关键将领被突然宣布倒台。蔡奇在海南和梅州露面后突然失踪，至今超过10天不见踪影。王小洪则在全运会上罕见出现在中办主任的位置上，似乎在临时代替蔡奇处理某些极端敏感的事务。权力的钟摆在短时间内剧烈摆动，两边都在用尽全力防止对方突破底线，而董义军正好落在这块刀刃上。董义军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4中全会前后中共权力撕裂的残影，是权力内部激烈摩擦后残留的一片碎片。他的死亡显示权力风向确实变了。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